大家好，我是于超。我先看一下我那个节目出来没有。这个节目似乎已经出来了。那个我现在住的这地方正在下雪，结果呢，我的那个雨刷啊，这个在摇摆的时候卷上了，就是我那个在车前面的那个就是挡前车窗的那个雪的那个布。因为我上一次关车的时候忘了那什么了，忘了把那个布，不是忘了把那雨刷关上了。结果我刚一开车，那个雨刷就开始左右摇摆，给我卷上那个布，然后把布给卷成一团，那个雨刷前半部分也断了。后来我发现，因为天太冷，那个有一个塑料的小柱就给断了。断了以后呢，我就安不上了。结果今天早上去那个换雨刷，天也很冷。然后呢，就是我想起一些事儿吧，反正有一些感想。那个我做节目也是兴之所至啊，就会说，因为最近那个我的那个观众变多了不少，所以呢，我那个就是在直播的时候，有时候提前好几个小时，先构思啊什么的。实际上以前我做节目基本都不构思，就是打开那个镜头就说吧，反正是。但是现在人多了，我也不太好意思。我这声音怎么样啊？抱歉啊，刚才声音有点小，就是今天早上天很冷，然后我出去那个修雨刷的时候呢，买那个新的雨刷的时候呢，路上就有一些想法，就想那个分享一下。就是不少人呐，就是都在我那个节目下边说，那个于超你赶紧报个平安呐，你几天没做节目了什么的，赶紧报个平安。其实大家请放心哈，现在我还没有进监狱，但是从那个以一年为尺度的这个时间上来讲啊，我进监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个现在我正在找律师，如果我找不到合适的律师，我肯定就会进监狱。而且呢，那个进监狱的那个就是这个刑期啊，会比就是我去教养院待18个月要长不少，我估计具体长多少我也不知道，因为这取决于马省这边那个他们那法官是不是积极的去推行这种禁枪的这种政策，因为前一段时间呢，美国呢，它有几个案子呢，那个都是因为，就是最高法院那个保守派大法官呢，他那个比例比较高，所以呢，那个这些案子就比较倾向于那个就是拥枪者。结果马省呢，他们这儿的这个立法者呀，还有这儿整个政治氛围啊，都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左派。然后他们为了表示对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不满呢，就把这个法律弄得要更加严。然后呢，他们在这个执行法律的时候呢，也要严惩那个就是这些涉枪的这些人。其实呢，我都觉得现在这个法律啊，它已经偏离了就是那个要保护那个民众，然后持守那个正义的这个基本原则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然后去实现一些这个意识形态既有的目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所有就是说稍微沾边一点的这个人呐，他都会被严厉打击。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这个呢，也可能是当时就是我师傅啊，宇宙主佛大阿亚图拉里毛拉在找他身边找牙的那个去调查我地址的时候，一个主要目的，这是我猜的啊，不知道是不是，看看就是我所在地区那个枪支法律是不是能置我于这个监狱之中嘛。然后呢，那个天天谈美国宪法的那个方伟，他真名是曾勇啊，
他呢那个是积极的寻觅我地址的人之一。所以就是说这个人他嘴上推崇的东西和他实际做的东西，有的时候是有不少差别的，我觉得是。所以这个就谈到一个是什么是安全的问题，我就觉得，因为大家都让我报平安，那怎么叫平安呢？这发型很高大上，我谈不上什么发型了，我理发都是自己理，然后我用的那个就是叫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叫我都给忘了，那名字我都给忘了。刚才就是一种就是黏糊糊的一种东西，类似叫骂的吧，叫泥巴还是叫什么玩意儿骂的？那个我在沃尔玛买的，这都是4-5年以前买的，我就愣就没用完，然后我就抹在手指上一点，就往头上抹一抹，让头发不是披散在前额吧。所以谈不上什么发型，我就是只有发没有型。我说哪儿去了？就是说这个大家都问我安全，那个就是什么是安全呢？什么是平安？其实这个词儿。其实挺耐人寻味的，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最近呢也在听一些这个像塞利什啊、洪宇健牧师他们讲道嘛，就提到耶稣基督说到我这儿来，我这儿的轭呀，就是那个搭在牲口那个脖子上的那个木架子，他说我这儿的轭是轻省的，就是说那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儿能得平安。我心说，假如说平安是不入狱的话，哈，那多少基督徒都死在了那个斗兽场上面，那他的平安是什么呢？他的平安一定是超越这个，就是说这个世俗所理解的这种就是不受罪，我是这么想的。那个塞利什说是灵里的平安，这个就比较那个，就是好像是他说了你要能懂你就懂，你要懂不了你也就懂不了了。但是我自认为能懂一点点，就是因为。就是说安全呐、平安呐，这在哪个层面上你去谈的，这个问题是挺重要的。而在哪个层面上你去谈它呢？就是你畏惧什么和你追求什么，决定了你是勇者，你还是一个怯懦者。你说那些就是比如说著名的勇士啊，还有这个国王啊、贵族啊什么的，你说他们是勇敢的，他们还是这个不勇敢的？假如说你说他们有这个不勇敢，那他的这个勇敢的事迹在那儿摆着呢。你说那个，他要说他勇敢的，他有重大的畏惧，他畏惧上帝的诫命，他畏惧就是说那个，就说自己不能做到上帝所要求的。所以就是说你畏惧什么东西挺关键的。当初那个朱元璋问那个他手下臣子。说你们觉得什么最快乐呀？有的人说这个快乐，有的说那个快乐。有一个大臣说这个，我觉得畏法最快乐，就害怕您朱元璋的法律，这是最快乐的事情。朱元璋大喜，我就觉得真的是，反正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很多的这种帝王的故事，在我看来是丑态百出。他们就是把自己当成神一样的存在，然后让这个。臣下就完全的这个服从自己，然后这还被成为这个君臣之间的美谈。当然我看了这些故事以后，一方面觉得丑态百出吧，一方面也要警醒自己内心呢，有这种类似的这种暴君的气质。其实我觉得我内心有不少暴君的气质，那个种种原因了，但我也不想因为那些原因就说明我就应该有这个暴君的气质。我就是说看历史吧，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警醒，而不是说去像文昭张天亮那样成天的去评论中南海什么的。评论来评论去，像方伟那样的人说了半天那个美国宪法，还是当那个大阿亚图拉里毛拉的那个爪牙。你说你谈了半天美国宪法，你这个人不是还是你自己吗？我就觉得你并没有因为谈了美国宪法，你并没有因为说了这个什么习近平啊，什么蔡奇啊，好像你就是怎么说呀？你就是能像他们一样掌握资源呐，就是这个层面的人了。我就觉得就是这些人，其实他和我在监狱里见的那些
那些就是凭着侥幸曾经在生活中啊有一席之地，然后到了监狱呢，脑子又成天考虑着喝那面条汤里边有没有几星肉末那样的人，其实相去不远，只是多读了一些书，多知道了一些知识，仅此而已。其实这个我是挺失望的，我也挺就是为他们难过的。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人生过成这样，真的是挺可悲的。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我就今天早上就想到了这个勇敢和畏惧的这个问题。你到底要畏惧什么？你是畏惧世间的法律啊，你还是畏惧上天的诫命啊？你还是畏惧自己心里那个良知对你发出的一些声音呢？那些声音会让你睡不着觉啊什么的，这些都值得畏惧啊。首先，人间的法律也值得畏惧，然后就是这个上帝的诫命也值得畏惧，你心里的良知的声音也会让你夜不能寐。那就是你就挑选一个你最害怕的吧。我记得就是还是基督教里边说，你不要害怕那个，就是怎么说来了？就是你不要大意，就是说你现在用火刑烧死我呀，你只是暂时的，而我害怕的是地狱里边这永远不灭的火。那你说我挑一个不是那么怕的，我觉得这个你得挑一个你最害怕的是什么？然后呢，我呢的确是因为就是说可能性很高的这个入狱啊，其实心里并不是很宁静。然后呢，我呢也在就是在这个就人生的经历之中吧，仔细的去看内心产生的这种不宁静，还有这种沮丧啊，还有那什么。其实整个这个事儿啊，就跟30年前是30年前吗？20几年前一样，25年前一样吧。就在我27岁的时候，多少年？我的算数也不太好，52减27，还真是25。就在25年前，就是我和共产党这么去作战的时候啊，其实害怕的并不是很多，因为那个义愤呢，已经压过了我这害怕了。然后最后在2002年被抓的时候呢，那害怕也不是很多。我特别大的就是懊丧和懊恼，我就觉得哎呀，我说我要是被抓了，我说不知道还有没有像我这样能作战的人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自己没有能给对方造成重大的进一步的伤害，这个也让我特别懊恼。但是现在我不像当年了，因为现在我对这个美国法律本身呢，就是说有一个旁观，有一个评价，但没有像在中国那样作战的时候那么多愤恨，没有那么多愤恨。所以呢，就是我得拿点水去，我又渴了。我就是比较懊丧啊，让我师父宇宙主佛大阿亚图拉里毛拉呀，如此轻易得手。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呢，你看，我是2013年来美国，然后呢，2021年拿到美国这个公民身份。2023年就陷入这个法律麻烦，我呢已经尽我所能的，就是做一个就是守法公民了，而且呢，我也很爱这个美国，也鼓励我的儿子呀去为美国效力，去参加美国陆军的预备役啊，包括我自己也给美国陆军打个电话，我说你们那儿要不要42、3岁的人吧？然后呢？在我这种就是说已经尽我所能的去了解美国，然后了解美国法律，我已经尽我所能了。To my best knowledge， 就是我所知道的这些所有的东西中，我按照最好的去做了。如果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入狱的话，
那我就入狱吧，那我就入狱。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仔细的，就是观察我内心的这种懊丧，到底为什么懊丧，到底为什么不能平静？我呢在执着什么？这还是法轮功里的词儿哈，我还在执着什么？什么东西还对我就是构成了这种，就是我眷恋的这个一部分。其实当时我在25年以前吧，我就意识到，就是整个的，就是在抗争中共的这种暴行的过程中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审视你对整个人世的眷恋。这个我应该是在20几年前的文章中就提到过这个。当时我还是投稿给明慧网的，就是说你需要看你到底眷恋什么，然后你所眷恋的东西对你来说人生中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很那什么的事情，很值得我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在真正的冲突之中啊，你所要审视的却是你的爱，却是你的眷恋或者你的贪恋。这个爱和贪恋呢，这两个你需要区分。反正总之呢，你需要把你内心的那些就是那些执着吧，仔细的给它看清楚，哪些是比较比较粗拙的，哪些是比较精微的，你需要把那些东西分清楚。这个呢，就是我的处境又让我想到，大概在2016年前后啊，我当时还在明尼苏达州。明尼苏达州的这个有个大学叫明尼苏达大学，明尼苏达大学那儿出过几个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其中一个人就是柯文哲。柯文哲到明尼苏达大学进修过一段时间，而著名的叶克膜这种工具啊，就是说把将死的人的呼吸不是不行了吗？但是把他的血液给引到体外，再在血液里加一些氧，让这个人至少器官他还能活着。有一种说法呢，是柯文哲介绍了这种叶克膜这个工具呢给中共，让他们就是说能够更好的质量更高的收割这个器官，其中受害者很多的是法轮功学员。我比较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美敦力这个公司就在明尼苏达，而且呢，美敦力是明尼苏达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公司，而这个公司其实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为什么提到这个事儿了呢？是因为明尼苏达大学呀，有一个就是医疗伦理的这么一位教授，叫 Alison Kirk， 叫 Kirk Allison， 医疗伦理的这么一个教授。然后他就一直以来呢，就向这个明尼苏达大学的这些人呢，他做的一些做法，就提出一些质疑，或者就是提出一些问题。他谈不上质疑，就提出一些问题。仅提出这些问题啊，就已经让明尼苏达大学这些在位者呀很不高兴了。在2016年前后呢，这个明尼苏达大学就排挤这个人，就逐渐的削减他能教的课。然后各方面给他找麻烦，结果这个人呢，他有一个朋友也是明尼苏达大学，应该是教授吧，就跟他说 Kirk， 他说他们就是想让你走。最后这个人他不得不就离开了。我见到他的时候呢，他是如此之落拓，然后呢努力的保持着体面，穿着一个就是我认为质量并不很高的一个西服，然后里面那个衬衫的领子都是皱的，我看了好心酸呢当时。然后呢，明尼苏达那儿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集市，每年秋天开始，开1个多月，叫明尼苏达大集。他为了谋生，就去明尼苏达大集上面卖冰激凌去了，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大学教授。因为我觉得你在医疗伦理上出现问题，我提出问题，然后就被踢出去以后，他就去卖冰激凌。哎呀，当时我就说，这个人到了他这个岁数还要去卖冰激凌，而且是因为做了这种正确的事儿，我觉得很不容易。实际上就是说，
我就发现呢，西方这样的人挺多的，你知道吗？对了，这个人呢，现在呢，在另外一所大学里呢，谋了一个职，还是以前的那个，就是医疗伦理这个那个什么，但他不再是教授了，他变成 faculty 了 ，faculty 就是职工了。但无论如何呢，他要比那个去明尼苏达大吉那儿卖冰激凌要好，而且做的事情也是他愿意做的事情。当时2016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事儿给就公开出去，找那媒体去说呀？他就是选择了不去。我因为你也把事公开出去，你面临的麻烦可能更大。然后呢，那个你的那个资金呐什么的都可能面临问题。比如说现在我就是面临问题，就是你每个人要做出什么样的付出什么的，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明尼苏达大学这个 Kirk Ellison 这个事儿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就是背着一个包，然后我和他交谈了几句，他手都是凉的，当时我跟他握手的时候手都是凉的，然后呢随手就拿出圣经来，然后翻出一段，就给我那个指出其中的一些字句，他就说那个今天我在读什么这个圣经，这是上面是怎么说的，就是当时他在那个如此孤立无援，而且人生到中老年的时候，被那个踢出他的那个学术圈，然后支撑他的就是圣经，其实使得他发出那些问题的，我觉得也都是圣经。所以这些人他们的人生给我很大的那个很深的印象和很大的鼓励。就这些人在这个中国人中简直是少之又少，太少了。然后呢，就是在我那个推特下面有个人留言说，前一段有加拿大，不是前一段，就是1个礼拜以前，应该是有个加拿大记者被抓了，他采访那加拿大那个副首相，结果呢那个在路上问那个副首相问题，结果呢他一边问的时候呢，有一个警察就是趁他不注意就站他的面前，这个人就轻轻撞了一下这警察，警察马上说你在推搡我，就把他给抓起来了，然后给他搡到那个墙上，然后给他抓起来了。他问的那个加拿大副首相的问题说，我们为什么还不把那个伊朗他们那些人说成是恐怖分子？然后呢，那个最终这个人他被无罪释放了，因为他背后有报社呀什么的法律资源支持他，然后他被无罪释放了。现在那个报社打算告这个警察，但是假如他没有那些法律资源呢，他可能就那什么了，他可能就那个就被陷于罪中了。这个，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你想真正的说点什么，你想真正的就是说持守一些就是正确的这个东西吧，其实你面临的这个风险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昨天嘛，今天是18号，昨天17号，就在昨天，那个加拿大那位心理学家呀 Jordan Peterson， 他被正式的这个禁止那个职业，他的那个护照，不是护照，那个执照，就是心理医师那个执照就被吊销了。当时呢就是安大略省的那个一个就是心理的一个组织吧，就是给他2个选择，要么你去接受再教育，要么呢你的执照被吊销。而当时呢就是向那个这个组织去提告他的那个人呢，很多呢有一些人是就是伪造自己，说我曾经是他的这个病人，然后他怎么对我不好，其实那些人并不是，你知道吗？然后呢提告的人就10几个，而那个被 Jordan Peterson 他的想法和他的那个话语所帮助的人呢，却是数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然后呢加拿大的这个用事者吧，当权者呀，就抓住这个要去惩罚他，结果他呢就把这个事告到法院去了，1审法院给他驳回了，他又告到更高的法院，在1月17号给他驳回了，而且不给任何理由，所以他的他的执照就被吊销了。所以就是这些事儿都让我觉得就是说我不孤单，就是我心里挺安慰的。当然我不是说从别人遭的罪中得到安慰，我是看到就是还有这么多人呢，就是说那个勇敢的去
说出自己想说的，勇敢的去就是说愿意承受那个可能的这个代价去做正确的事儿。所以呢，这个让我还是很安慰。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个勇气啊，是我就是这么些年以来经常是去考虑的问题。其实我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个我就觉得勇气其实它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一个原因。但是勇气可能是其他事情的原因，但勇气本身它也是一个是结果。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那些接受火刑的人，他们体验出那个巨大的勇气，是因为他害怕畏惧更高的东西。所以这个勇气是来自于更高的畏惧，这个是挺值得去考虑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人生中很多那个事情，它都是来自于勇气。那个我很喜欢诗，很喜欢音乐，也很喜欢那个什么，就是这些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那个我们家的一只猫呢，叫这个李白，叫李白。李白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就是诗人吧。然后呢，他特别有名的呢是描写那个杨贵妃的那个《清平调》。《清平调》呢，他是这么写的，就是这个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是第二首。第三首呢是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那么第一首也就特别有名，那个叫做这个第一首不是，第二首是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网断肠。云雨巫山网断肠，然后是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那么这三首这个清平调呢，就是被历代这个诗评者认为是清新艳丽啊。说这个李白呢，纯以才气驾驭，太白纯以才气驾驭。然后呢，就是唐诗中呢，就是写美人的，还有一个就是杜甫。杜甫呢写那个就是那个3月3日气象丽人行嘛，是嘲讽这个杨氏兄妹。写的也是富丽堂皇，但是写的明显的比较用力。还有他写那个公孙大娘那个弟子啊，舞剑那个也是写美人的。那么这些诗呢，就是说，我觉得那个诗家评价说那个李白写的最好，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说纯以才气驾驭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气的背后是什么呢？实际上才气的背后是巨大的勇气。为什么说这个巨大的勇气是才气背后的东西呢？因为你啊，必须是什么是才气啊？就是别人眼中有，口中无，别人人人都看得见，就是说不出来，你能说出来。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长久的面对你真实的内心，长久的呢，你敢于说出你真实内心的话。这个其实是需要巨大勇气的，而李白就是这么一个人。那么实际上就是你要想到一点，就是他写这个《清平调》描写杨贵妃的时候啊，他这个主体之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杨贵妃，一个是这个唐明皇唐玄宗。杨贵妃是国色天香，如果呢你没有在胸中长久涵养的这种真实啊，你都不敢直视这个国色天香。其实是你面对美人的时候，你的那个眼睛会偏到一边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你无法面对内心的这种对，或者是基于欲望的贪欲，或者是对美的渴望，就是这种如此复杂，从高到低，从这个最那个就是清纯的那个向往，到最肉体的欲望。整个的混杂在一起，而你此前没有那个长久面对内心的这种深入的去探究的时候，你无法面对自己，所以你把眼光挪开了，并不是你无法面对美人，而是你无法面对自己。所以呢，就是说他能够是
作为一个观察者，写出这个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这种就是从那个姿态到那个就是整个全都写出来了啊。什么叫解释春风无限恨呢？为什么是恨呢？在这个古代的这个表达中，表达的是遗憾，而遗憾的憾呢，却表达的是仇恨，这个正好是反的。嫌憾于谁谁谁，嫌呐就是叼着，嫌憾于谁谁谁，就是心里恨上谁谁谁了。而解释春风无限恨呢，还有《长恨歌》，说的是遗憾，深沉的遗憾。那春风为什么会有遗憾呢？因为春风过去以后，花儿就会凋谢，然后呢，而杨贵妃却是长久的美，花儿就是那个春天过去，秋天就来，就凋谢了。所以如此美好的花儿凋谢了，给人带来的是无限的恨。但是杨贵妃在那儿呢，就是把这种无限的恨全都消解了。因为真正的美人在这个地方，君王对于春天带来的遗憾，就被美人所消解。沉香亭北倚阑干，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李白的诗写的是非常好，他能够观察，能够写，能够直视这种美，那是因为他已经长久的用巨大的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并且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了。这是他和杨贵妃之间。那么他和唐明皇之间呢？你要知道，作为这种天下才子啊，你说出了眼中有口中无，替帝王赏鉴了他所宠爱的妃子，那你首先面临的就是可能的帝王的这种记恨，你还要恐惧这个帝王。所以呢，就是可以打一个对比，做一个对比的是什么呢？乾隆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他让那个郎世宁啊画这个妃子，结果他发现呢，郎世宁画的妃子都这长相都一样，他就说：“哎，你怎么给我画的长相都一样啊？”郎世宁就说呀：“他说我给你画妃子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看他们，而是数那个什么太和殿啊，什么那个宫殿什么殿我不知道了，是瓦片。然后那个乾隆立刻说：那你说那瓦片是多少片？然后郎世宁说瓦片是多少片？然后乾隆立刻派太监说：你现在就去数那瓦片是多少片？太监数了一通，数回来了，说的和郎世宁是一样的。这两个帝王啊，还有这个两个才子啊，这特别耐人寻味的比较。这郎世宁早就看出这个乾隆啊，其实是心胸狭窄的。其实你可以比较这个历史上的帝王，他们其实是有高下之分的。你别看乾隆自诩这个文采风流、武功什么十全什么的，其实就是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他的那个心胸是狭窄的，你知道吗？他和那个唐明皇和李白就不在一个层次上面，基本上。而那个郎世宁呢，是观察的非常敏锐，早就看出你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呢，我在你手下去给你这当差的时候呢，我呢实际上在这种规避方面，说明了我已经比你高明了，你知道吗？是这么一个。所以我在这整个诗中想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所看到的才气，你看到的清新艳丽，好像李白是个文人，其实不是。他内心有巨大的这种勇气，能够长久的实践这种勇气，他才能够描摹这个世界真实的样貌，他才能帮助这些需要说出那个内心真正想说。因为你说人活一辈子图个什么呀？人活一辈子，我说就是，当然有人说我要就是追求上帝什么，那是更高的追求了。就是人活一辈子，你有一些感触你能说出来，我觉得你死的时候，你喘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就不那么憋屈，我觉得是这样。而李白就帮助唐明皇在当时当地的场景中说出了他想说的话，而这个背后是巨大的这个勇气。那么类似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这个苏轼当时他卷入了不少这个什么变法呀，什么这些这个案子吧，反正是，就他自己也被流放，他的这个伙伴也被流放。
结果呢，他有个朋友王定国被流放到岭南，当时岭南没有被开发，而且那个气候啊特别不适合这个中原人，去了那儿以后就九死一生。然后这个王定国呢，他就被发配到岭南，他有一个这个妾叫这个柔奴啊，这名字也很好听，我觉得。然后呢，这个王定国被流放回来以后呢，这个苏轼就给他接风以后就问那个柔奴啊，说那个岭南是不是日子很难过呀？然后柔奴就说什么呢？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就这种故事都流传千古，我就觉得那个我的一大遗憾就是说，曾经和我一起这个走过很多艰难人生路的这个以前的家人呢，还有这个以前的同学啊什么的，在现在这种重大的这个是非对错善恶的这种抉择之上吧，他们怎么说呢？就是选了和我不一样的路，这让我挺失落的。这个苏轼的那个词说是什么呢？说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所以呢，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是说人生啊，它那个有很多的这个起伏变故，有很多的这个别离，也有很多相遇。就比如说我现在在我这个节目下边给我留言的很多都是以前不认识的人，包括竟然有不少这清华的这些人，还有以前我清华的这个同班同学，那个我真的觉得很惊讶，其实是。那么以前和我一起在一起的这些法轮功的这些同修们呢，都是绝大多数吧，都是那个一声不出，而且呢参与了这个法轮功这个群体对我的这种切断社交关系的这种惩罚。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生离别和相遇啊什么的，就是离别有时，相遇有时。我这是这个套用了那个所罗门那个传道书里边那个话了。离别有时，相遇有时，这个挺让人感慨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的这种离别和相遇啊，还有你的人生选择呀，其实你所体现出的勇气啊，很多是来自于你对于这个人生中那个真实的东西，你是不是长久的那个持守坚守？我是这么想的。这也是就是我自就是几年以前知道这个法轮功中这个神韵的那些事儿以后，反复审视我内心的，我到底要追求什么，我到底要做什么。这也更是说，就从去年9月初以来，我被那个 FBI 和本地警察呀去这个搜查没收枪支，然后陷于法律麻烦以后，我经常考虑的一些问题。我就是还有一个感触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勇气啊，和你内心对这个善的追求啊，其实也是这个直接相关的。就是上次我那个节目中提到那个鲁智深嘛，后来有一个那个就是比我低一届的这个同学，也是清华精密仪器系的，他是应该是王维宇的那个同班同学，他的那个也给了我一些钱，然后呢他说希望我平安吧，他也信基督教，你知道吗？结果就是说现在在我节目下边鼓励我留言的这些，还有那个经济上支持的很多都是基督教徒，你知道吗？这个也让我挺第一很感谢，第二很感慨，就是。然后这位同学他就说，哎呀，他说每当就这种时候啊，就是给我钱，我说我收到了，他给我回信说，每当这种时候，他说他总希望自己是这个亿万富翁，腰缠万贯，他总希望自己腰缠万贯。那没有说亿万富翁，他说腰缠万贯。他说他也很喜欢鲁智深，他说他感谢我没有像那个就没有看不起他，给我很少的钱，就像当时鲁智深把2两银子扔回给李忠那样。李忠是那个史进的那个史进的那个最开始教他启蒙的那个武术老师，后来李忠、史进和鲁智深在那个
集市上遇到了，然后呢，那个鲁智深就比较豪侠，而且性子比较急，他看那个李忠在那卖艺，他就把周围的人都散开了，说李忠咱们去那个一起喝酒。李忠这时候就不太高兴了，觉得我这正卖艺的，你影响我的这个收入了嘛。但是鲁智深看重的是人和人的相遇，所以他就没有太顾及李忠他这个经济上的需求。其实李忠他应该意识到，就是说人生你到底能不能走得远，在于你和谁同行。真正能和你同行的不是你周围这些看你卖艺的人，而是你遇上鲁智深这样的人。你知道他意识不到这一点，最后他自己去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求助，还是向鲁智深去求助，因为他知道鲁智深是好人，因为他在二龙山那块儿那个聚义嘛，他最后他还是去求鲁智深了。就是这也是我就是和我那些观众中一开始就说的，就是说我来这儿要找的是同行者，不是那些看我卖艺的那些人。我就是自己就扮演鲁智深，把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推开了。那么就是我的那个学妹吧，她也是王维宇的同学，她给了我那个钱，说我那个感谢我没有像鲁智深扔回2两银子给李忠那样。当然我这个觉得这个也说的太过分了啊，就是说我不可能是这样的那个。但是我就想起那个鲁智深呢，其实他是能知道这个李忠他这个沿街卖艺其实是就是手停嘴停，我今天手停了我就没吃的了，他是能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呢当时呢他就是发起众筹嘛，要帮助那个金翠莲，那个史进是把自己的一大笔钱全拿出来了，然后呢他自己也把身上的那个鲁智深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了，然后那个李忠呢觉得这时候不掏不合适，拿出2两银子对他来说已经很多了。然后呢那个鲁智深也看出这个，但是他仍然就没有照顾到李忠的那个面子吧，他就直接扔给李忠了。反正这个事就让我想起那谁鲁智深在瓦罐寺啊，他也是走得非常饿，他去瓦罐寺遇到那个几个被欺压很久的老和尚，他问他们说你们那个有没有吃的给我一点。那老和尚说没有，但是鲁智深闻到饭味儿了，看到那个老和尚他们正在煮一锅粥，然后呢他就想要去喝那个粥，结果几个老和尚一起上来就是拉他，但是他当然打不过鲁智深了，鲁智深轻轻一搡就把这几个人全都搡到一边去了。然后他一看没有那个碗什么的，他就直接把粥倒到那个春台之上，就是那个灶台上面了。春台不是灶台，就是你摆设那些那个碗啊什么的那些是餐具的地方了。因为他也实在饿得不行了，就这个动作就表明他已经饿得实在不行了。然后呢他也不在乎欺负老年人了，他也不在乎那个就是东西脏不脏了，我先把东西吃到肚子里。这时候那几个老人说了，他说我们这个饿了好几天了，那个刚化来一点这个煮了点粥吧，光化了一点这个小米煮了点粥，你又要来抢我们的，这就已经是弱者在最弱的时候发出的哀鸣了。而一般人体会不到这种哀鸣，但鲁智深当时那么饿，他就放下不吃了。而在听了那些那个老年人的那个，就说那个生铁佛什么薛道成飞天蜈蚣什么邱小乙，他们欺负我们欺负很久了，他在饿成这种样子的情况下还豁出命替他们去打那2个人，最后他输了输了所以我就这些故事都让我特别感慨，我就觉得像《水浒传》这个流传这么久啊，就是因为他说出了太多人心里这一辈子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你知道吗？想看到而看不见的人和事儿。你说就是神韵那些小孩，14岁的小女孩，因为胸部发育而被那个他们那个老师这个催责，说那个你是因为心性不好，那个乳房才就比别人大。你说这个对14岁的女孩是一个多么大的那个长久的伤害？就是说你是因为心性不好你才来例假，那个别人心性好的他就不来例假。那么你就说这种事情应该长久的发生吗？应不应该长久的发生？就是这个弱者的哀鸣，要怎么样才能让你被你的贪欲，被你什么求永生的这种贪欲堵死的耳朵能听到呢？
我以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说听不到的惨叫，那个节目的名字就几年以前了，应该是听不到的惨叫，就是你周围的这些惨叫，你什么时候才能听到？我就想问一下张天亮，问一下文昭，问一下那个就是天天那个德高望重谈美国宪法的这个方伟，这些惨叫你什么时候能听到？那个鲁智深听到了，我听到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勇气啊，它和你内心的这种善良啊是有直接关系的。其实你说内心善良不善良嘛，你都不需要去专门做多么善良，你只需要让你内心上那种长久落的那种油腻啊，别覆盖你内心，覆盖的太重，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是很那个鲜活稚嫩的，轻轻用手碰一下，你可能都会疼一下。那太多的人在走人生的路的时候，落满了这种油腻。然后就包括那个公资审，我在他下边留言，就是说那个公资审你好，然后他可能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了，和我交谈几句以后跟我说你不要跟我道德绑架。后来我就没有再给他多留言，因为我没有绑架。他感受到的并不是来自于我的绑架，而是来自于他心里残存的那点良知，而他难以正视这种良知。哎，我又想起那个南北战争时期那个南方将领那个石强杰克逊，他就跟他的那个手下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宗教信仰告诉我呀，我在战场上和在床上是一样安全的。”他说呢，上帝已经为我确定了这个死亡的时间，这个死亡时间是 fixed，fixed 是固定的。他说我并不关心这个死亡时间，而是时刻为这个死亡时间准备着，无论他什么时候降临到我头上。他对他的手下说呢，他说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生活，这样所有的人都会同样勇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人呢，真正的能够稳健的走一生，其实真的是需要仰望上帝，仰望这个更高的存在吧。美国国歌里说呢，这个就说是 Land of the free and home of the brave， 就是说这个星条旗飘扬在哪儿呢 ？over 就飘扬在 over the land of the free home of the brave， 自由的土地和那个就是勇士的家乡，就是自由人的土地和勇士的家乡。现在呢，我在麻省，我不敢说这个 land 还是 the land of the free 了，我不敢说这个是 land of the free， 但是你这个 home of the brave 呢 home of the brave 勇士的家乡呢，那就像那个王定国的那个妾柔奴说的那样，此心安处是吾乡。作为一个勇士，作为一个仰望更高存在的人来说，随时随地都是他的这个家乡。那么今天我的节目的名字呢，就是勇士的家乡。我的节目先做到这儿，我看一看那个大家的留言。这儿有一位说于超，你在这里面说加拿大案件说判决不给任何理由，我觉得不太可能。这个事情不是可能或者不可能，而是是或者不是。Jordan Peterson， 你去看他的那个 Twitter 的那个贴文吧。然后呢，推特贴文上面有那个一个新闻链接，你可以去看一看。这儿有人说我不会入狱的，那个我有很大可能入狱，我几乎肯定会入狱，实际上是。我以前说我死的时候，我希望我能直播死亡。其实现在我正在直播我某种形式上的死亡吧。哦，感谢这个收后。
那行，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